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上一期影片中，我替大家整理了獵鷹裝甲的裝甲特色，還沒看過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一下。這一期我想就來談一下艾克斯的另一套特殊裝甲——蓋亞裝甲，也有人叫它大地裝甲、重鋼裝甲。我這邊就還是以官方翻譯的名稱蓋亞裝甲為主，原因無他，我個人也是習慣叫蓋亞。然後我也再說明一次，在洛克人 S5 之後，艾克斯的裝甲命名就不再使用數字順序作為裝甲名稱。也因此就沒有什麼第5裝甲、第6裝甲的稱呼，翻譯名稱則是會因為各地區理解習慣而有所不同。我就想特別在這部分花太多篇幅探討，裝甲名稱其實就是你講出來，大家大概知道你在說哪個，那這個名稱一般來說就沒有太大問題。蓋亞裝甲同樣是在 PS 平台上的洛克人 S5 中首次登場，而後在手遊版的洛克人 S-Type 上再次亮相。蓋亞裝甲的設計概念與前一期提到的獵鷹裝甲剛好是相反的。它是萊特博士試作中的舊式裝甲，主要是透過犧牲裝甲的機動力，換取強大的防禦性能與高速的擊氣速度。蓋亞裝甲最核心的能力就是能無視關卡中的針刺地形，也就是針刺無效化。然而，為了使裝甲擁有針刺免疫的功能，裝甲就變得非常厚重，大大拖慢了它的移動速度。同時，因為裝甲仍在試作階段，因此裝備蓋亞裝甲時，艾克斯是無法使用特殊武器的。然後前情提要一下。在之前的影片中，我有提到 S5 的裝甲因為西格瑪病毒的大規模肆虐，導致在這代當中要使用裝甲，就得將裝甲4大配件完整集合，解析後才能還原，無法像以前一樣拿到單一部件就馬上使用。S6 同樣也延續了這個設定。首先講蓋亞的頭部配件，由於萊特博士似乎沒有針對蓋亞裝甲的頭部配件功用進行解釋，導致它的功能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明，目前也沒有定論。有人推測蓋亞設計的高速擊氣性能是頭部配件的功能，也有人認為頭部配件本應為特殊武器耗能減少，但因為蓋亞不能使用特殊武器，所以無法展現這項性能。但無論如何，蓋亞的頭部配件是完成收集整套裝甲不可或缺的一項配件，因此就全套裝甲的完整性能來說，頭部配件仍是一個重要配件，也是讓蓋亞裝甲具備完全針刺免疫的必要條件之一。至於哪個推測比較符合你心中對蓋亞頭部配件的理解，就歡迎在底下留言吧。再來是身體配件，同樣除了具備多數裝甲的身體配件都擁有的減傷功能外，蓋亞裝甲身體配件的另一項能力也是異造攻擊。蓋亞裝甲一樣是承襲了第4裝甲星星衝擊的設計，將所受到的衝擊轉變為攻擊能源，最後再將能源一口氣釋放出來，並產生一個巨大的綠色能源彈，持續攻擊前方敵人。雖然攻擊範圍不大，攻擊距離也很短，但威力確實相當強大。使用時為無敵狀態，能用來作為避開各種攻擊的閃避技。在本作中，玩家在使用蓋亞裝甲時，10項攻擊會出現在特殊武器的選單中，可以直接看到其能源殘量。異造攻擊並沒有辦法像其他特殊武器一樣能直接切換使用，而是要透過衝擊吸收，將能源累積到全滿時，按下必殺攻擊才能發動。這邊也幫大家複習一下，異造攻擊除了可以靠受傷轉換能源外，也是可以靠生命能源或武器副能源槽恢復能量，但無法靠副能源槽或武器能源補充。接着來說手部配件，蓋亞裝甲的手部配件搭載蓋亞射擊，這是蓋亞的特殊射擊炮彈，它從根本上改變了 S 飛彈的設計，一般射擊的威力就比黃豆彈強，並且自帶敵彈消除，能射消敵人的子彈。再來，蓋亞射擊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在極短時間完成完全擊氣狀態，並發射蓋亞專屬的大型能源彈。由於蓋亞射擊的擊氣速度非常快，且擊氣至完全射擊僅需2階段，掌握好擊氣節奏是可以很快的連續打出最大擊氣彈。雖然蓋亞射擊的完全擊氣單發攻擊力並不算是最頂的，某些情境甚至比速升的擊氣飛彈還弱，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光擊氣很快這點就可以秒掉很多難纏的敌人。此外，蓋亞射擊的完全擊射擊還能夠破壞掉關卡中的特定黑色鐵箱，讓艾克斯得以進到隱藏區域拿取重要道具。但其缺點也蠻明顯的，就是不論是一般射擊或是擊氣射擊的射程都非常短，要攻擊敵人你得拉近距離，實戰上也會大幅增加受傷風險。再來，蓋亞裝甲的另一個致命傷就是無法使用特殊武器，裝甲連普通特務都不給用，手部配件自然就不能針對特務進行擊氣，當然也就沒有擊氣特務可以用了。然後前面也有說過，有一部分的推測是認為蓋亞設計的高速擊氣性能很有可能是來自於蓋亞裝甲的頭部配件，
關於這點基本上就只是推論，因此也是有可能手部配件本身就自帶高速集氣功能。總之，目前对上述說法都沒有充足資料可以確認，所以就留給大家各自理解與解读吧。然後再補充一點，蓋亞射擊也是無法貫穿地形與障礙物，使用上還得多加注意。接下來談談腳部配件，蓋亞裝甲的腳部配件其主要功能有二，一個是蓋亞衝刺，另一個則是壁面貼附。先說蓋亞衝刺，由於裝甲的重量變重，其衝刺速度也大幅下降，同時也無法使用空中衝刺，整個衝刺過程變成一個緩慢的前衝動作。這種特殊衝刺缺少機動力，在遊戲中主要是用來推移關卡中的特定物體，以便前往隱藏區域拿取道具。壁面貼附就字面上意思並不難理解，就是當玩家使用三角跳躍的方式貼住牆壁時，艾克斯能夠牢牢吸附在牆上，不像其他裝甲或束身狀態，貼牆時會慢慢滑落。此招在需要固定在牆壁上的環境關卡以及用來對付特定魔王或敵人時，算是非常實用的機能。再來提一下，蓋亞裝甲最具特色且最重要的，但目前卻沒有定論的特色能力，就是針刺無效化。這是蓋亞裝甲的特殊機能，能夠讓原本致命的針刺地形或陷阱變成完全不會損傷，讓玩家能夠自由地在針刺上行走，不會受傷，也不會急死。在不同版本的說明資料中，有些會將針刺無效化歸類為足部配件的性能，有些則認為是整套完整的蓋亞裝甲才擁有這項性能。因此，到底是純腳部配件的既有能力，或是全套裝甲才擁有的能力，就留給大家去討論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S5 關卡中，也不是所有針刺都能免疫。一些非固定式的針刺活動機關，若不小心碰到，還是會受傷的。因此，該閃的還是要閃。另外補充，續作的潛影裝甲也繼承了針刺無效化的能力，但與蓋亞裝甲有一樣的問題。截至目前，資料上並不清楚這個針刺免疫性能究竟是足部配件本身的自帶機能，還是要收集完整套裝甲才會產生的特殊性能。因此，我也不想繼續深究這題。總之，只要記得針刺無效是協助大家拿取道具的重要能力就好，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針刺上穿梭，看起來也是挺爽的。最後補充一下，強化配件部分，蓋亞裝甲基本上無法裝備任何強化配件，因此這 part 我就跳過，讓我省點力氣。總之，強化配件等以後有機會再說了。接着來說 X Dive 的蓋亞裝甲，在 X Dive 中，它的全稱為蓋亞裝甲艾克斯。整體而言，蓋亞裝甲艾克斯並不算是什麼有特別優勢的角色。除非你特別對此套裝甲有愛，不然正常狀況下，它不會是一套玩家們經常選擇使用的裝甲。主要是它繼承了原作裝甲特性的一些缺點，主技能攻擊距離偏短，移動的靈活性不算高，加上其他附加能力在 X Dive 的關卡環境中也不是絕對必要，因此使用起來個人是覺得沒有特別順手。它的主動技有2招，首先講蓋亞射擊。蓋亞射擊基本上就是一個大型机器炮，射程頗短，但攻擊力高。透過 DNA 加持，還可以穿透地形與障礙物。集氣時間也還原了原作精神，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達到完全集氣。冷卻時間也非常短，這讓玩家得以較快速度連發大型飛彈，這多少彌補了此招的一些先天缺陷。在強化卡的增強方面，可以在攻擊力、貫通性還有敵人防禦弱化的效果中進行選擇，可針對關卡需求調整自己要的強化項目。對照原作，在手遊版中的蓋亞射擊，並沒有設計什麼特定障礙物給它破壞，少了這項特色，蓋亞射擊其實只是一個集氣快一點的綠色大型短程飛彈。再來另一招主動技是異兆攻擊，同樣是還原原作的一個特殊招式，發動時會消耗所有裝甲能源。向前方打出一個巨大綠色能源彈，使用時無敵且不受負面狀態影響。能源一開始就是全滿狀態，因此可以開場時直接使用，而後隨着時間經過，受到攻擊時都可以獲得能源。不過在 X Dive 中，異兆攻擊所發出的綠色能源彈彈體比原作來得大，這也讓它的攻擊範圍比原作稍大一些，只是說它的攻擊距離仍然是偏短，對戰時需要貼近使用才行。實戰上這招也可以用來防身，避開一些高攻擊力的傷害。此招也可以透過強化卡提升攻擊威力，提高受衝擊時的能源轉換量，或無視防禦盾，直接讓對手行動不能。玩家可以依實際狀況調整使用。另外，我也補充一下蓋亞裝甲的其他特性。在原作中，蓋亞裝甲其實是無法進行空中衝刺與二段跳躍，但在 X Dive 中，為了遊戲整體的遊玩考量，還是開放讓蓋亞裝甲可以空衝與二段跳，不然一套裝甲連關卡基本道具都拿不到，或一些坑洞都跳不過去，那就尷尬了。然後在 X Dive 中，
蓋亞裝甲能是可以透過解鎖被動技裝甲防護，讓蓋亞裝甲能如原作般在針刺上行走而不受到傷害，同時也提高防禦力，減少攻擊傷害。此外，蓋亞裝甲在一開始就繼承了原作的壁面貼附效果，可以讓艾克斯貼在牆壁上不會向下滑落。這個特性在某些情境下或多或少是有點幫助。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像原作有的蓋亞衝刺就沒有在 X Dive 中被重現出來。個人不負責任的推測，可能是在 X Dive 中找不到什麼可以適用的情境，所以才沒有被還原。而蓋亞裝甲的整體被動技，由於仍然屬於手炮型角色，裝備手炮會有威力的提升，在升級上也會有手炮相關的功能優化。再來重裝甲所帶來的高防護特色也被安排到被動技當中，包含近距離攻擊命中可以獲得護盾，或減傷時同時取得加速效果，讓移動速度得以加快，借此彌補一些裝甲的先天缺陷。DNA 部分也針對手炮、能源吸收及裝甲減傷等能力持續強化。解鎖完一些進階的 DNA 與被動技後，其實此套裝甲也算大概堪用。好了，以上就是關於洛克人 S 系列蓋亞裝甲的完整回顧。記得按讚、按訂閱，我們下個影片見，拜拜。